吴长老，这一次宗门要接待什么强者？居然连宗主和老祖都来迎接。据说是化神大宗道玄宗的上仙前来，很有可能是传说之中的元婴大能。我们能跟着见一面，已经是天大的机缘了。什么？道玄宗？那可是化神大宗啊！我们居然能见到这等存在。是啊，还好当初我们没有和叶萧和晴雪那两个蠢货一起回去，不然现在骨灰都找不到了。那是自然，跟着老夫肯定没错。这就是道玄宗的强者吗？好气派的非洲，我的非洲在他面前简直就是垃圾啊！不知道这一次来的是不是传说之中的元婴大能？要是来一个年轻的宗门天骄，看上我的话，我岂不是发达了？别说话了，小心惹得上仙不开心。强大的气息，仅仅只是走路带来的气息都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。这位天骄才多大呀？等等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位天骄有点眼熟，特别是那双眼睛？师兄，你是不是想要说像夜宵的眼睛？像是夜宵？你小子魔怔了！你看谁眼睛像，难不成就是那夜宵？夜宵才什么境界？这位天骄可是最少金丹巅峰的强者。我也觉得有点像是夜宵的眼睛，那种感觉简直就是同一个人。见过两位道玄宗上仙。拜见道玄宗上仙。这位是我道玄宗道子，老祖亲传弟子。这一次剿灭黑魂宗，由道子殿下出手解决。什么？道子殿下？传说道子可是道玄宗未来的宗主啊！居然是这等大人物，我道玄宗这一次可是走大运了。宗主，还不快请两位上仙去大殿？居然是吴峰他们，没想到他们居然还加入了神霄宗。说起来，九灵宗除了他们，也就只剩下我和晴雪，还有大牛还活着了。道子殿下大驾光临，我道玄宗三生有幸，还请道子殿下去我神霄大殿稍作歇息。说说吧，你们是如何和那黑魂宗打起来的？据我所知，你们和黑魂宗之前不是已经和解了吗？没想到道子连这些都知道。您说的没错，原本我们的确是和黑魂宗和解了，可是没想到那黑魂宗居然撕毁协议，劫杀了我神霄宗运送尸体的天才。运送尸体的天才，那不就是我吗？说说现在的情况。回禀上仙，我神霄宗的那位天骄被劫杀，数百个宗门天才弟子的尸体被劫走，宗门的弟子自然不答应，毕竟谁也不想为了宗门还身首异处，我们只能和黑魂宗开战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我会处理，你们不用理会，区区几个金丹巅峰而已。多谢道子殿下，多谢道子殿下。对了，道子殿下，我神霄域的天灵宗前不久被灭门的事情，小人想要和你汇报一下。什么？天灵宗被灭了？哼，一个区区金丹宗门灭了就灭了，这等小事你们怎敢来叨扰道子殿下？上仙息怒，上仙息怒，只是那天灵宗被灭的极为蹊跷，所以小人才想要和上仙说一下，绝对不是叨扰上仙。哦，被灭的蹊跷，说来听听。回禀道子殿下，这天灵宗是一言间被冻结成寒冰的，而且据一些天灵宗幸存弟子所言，天灵宗远远看去，宗门内有一个至少1000米高的寒冰巨蛋，肯定是某种化神甚至合体大妖的蛋。什么？1000米高的寒冰巨蛋？这个大小的蛋绝对是化神级大妖的蛋，那蛋现在还在天灵宗？小人后面去看过，的确有一个蛋存在过的冰晶痕迹，但是那蛋已经不见了。不见了？不过也是，这等蛋肯定有大妖守护，你们没被杀都算是幸运了。道子提点的对，刚刚是老夫有太过激动了。这等大妖的蛋，除非老祖前来，不然老夫的实力还没有资格染指。对了，你说天灵宗有人幸存，幸存者在哪里？已经被玄天宗的出破上圣带走了，小人也没见过人，只是听说而已。好了，多余的事情用不着再多说，时间紧迫，我们这就去解决了黑魂宗。之前说好的供奉在哪里？多谢两位上仙，这是早就准备好的灵石，一共中品灵石5万，道子殿下请过目。不用看了，区区5万灵石而已。好了，今天内我会解决黑魂宗的事情，黑魂宗的地盘你们明天去接收就行。走吧，张长老。没想到时隔半年，我又回来了。哦，道子殿下，您和这黑魂宗有恩怨不成？的确有点，不过都是小问题。好了，你退后，我要动手了。
怎么回事？我感觉到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在我黑魂宗之上。魂主大人，您多虑了吧？我黑魂宗的阵法那可是金丹极品阵法，就连寻常的元婴强者都不能一下子打碎。话虽如此，但是这一道气息总感觉没那么简单。怕什么？就算是这阵法能破开，我黑魂宗内可是还有那3位大人。这倒也是。不对，这气息是元婴大能。好恐怖的剑，这剑怎么好像是传说之中失传的陨雷剑啊？哦，长老认识这陨雷剑？当然认识，那陨雷尊者乃是你的师父雷霸天的好友，只可惜1000年前被人所害。陨雷尊者居然是师父的好友。这陨雷剑不是雷峰主给你的，难不成是道子殿下从陨雷尊者的遗迹之中得到的？这也太巧了吧，那遗迹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在哪里。机缘巧合罢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才是真的生死之战，长老你可得准备好了。生死之战？道子殿下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这黑魂宗不是被道子殿下你灭了吗？黑魂宗的确被灭了，但是黑魂宗之中可不仅仅只有黑魂宗之人，若非我神魂等级不低的话，还真的发现不了。看来是有人想要我死。血砂堂，是谁让你们暗杀道子殿下的？既然知道我们是血砂堂，那就应该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告诉你们任何消息的。哼，不过一个元婴一重天，2个金丹巅峰而已，真以为老夫是吃素的？我们不需要击杀长老你，只需要拖住你，再将这小帅哥杀了，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。你们血砂堂就不怕我道玄宗老祖出关灭了你们？我血砂堂虽然没有化神，但是出鞘杀手也有数十人。况且你道玄宗可没那么大魄力，毕竟你们老祖到现在还在闭关，谁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关？你们居然连这个都知道，到底是什么人告诉你们的？好了，不是要杀我吗？那就试试看，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了。这老东西就交给你们了，那小帅哥我亲自解决。给我站住！张长老，你的对手是我们，要去追，得先杀了我们。你们这些杂碎，找死！小帅哥，你的速度还挺快的，可惜只是金丹1重天，姐姐我可是金丹巅峰，你是逃不出姐姐我的手掌心的哦。是吗？你能追上我再说吧。不见了，怎么可能？到底去哪里了？怎么一瞬间就不见了？又是这一把元婴法器，你要是金丹后期还能杀了我，可你只是金丹1重天。这是元婴极品法器，不可能！你的实力怎么会调动如此强大的元婴法器？不要！金丹巅峰果然不俗，居然能在我的攻击之下坚持这么久，看来不能小看任何一个修士啊。也不知道张长老那边如何了。强大的波动，道子出事了吗？张长老，不过只是拿1个月几千块的俸禄而已，用不着如此拼命吧？哼，废话少说，老夫和你们追求的不一样。老东西，给我们死！不好，是血砂杖！哼哼，这老东西。该不会以为我们2个拿他没办法吧？和他战斗的时候，我们早就在他周围布下了足够的血砂杖。
血珠那个废物，居然连一个金丹一重天都杀不了。他的确是废物，不过在我看来，你们也差不多。小子，你该不会以为我刚刚救不了血煞吧？我不过是想着少一个人分钱而已。不愧是杀手，果然狠厉，是萧家派你们前来杀我的吧？除了他们，我得罪的人里面，也就他们会请你们血砂堂的人来杀我了。你既然知晓我血砂堂的强大，那还不乖乖受死？既然你们血砂堂做的是生意，那我出更多的钱买我的命，你觉得如何？哼，小子，你以为我血砂堂是见钱眼开之人？在杀手界，信誉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就算出2倍、3倍，甚至5倍的钱，也必须死。那若是我出20倍呢？什么20倍？不错，就是20倍，不管他们出多少。小子，你可知道20倍是多少？是足足200万中品灵石。寻常出鞘强者所有积蓄都没这么多。20倍才200万，也就是说，我一个道子的命只值10万。我说，你们血砂堂穷疯了吗？小子，你敢侮辱我血砂堂？侮辱你又如何？回答我，若是我给你200万中品灵石，能不能买下我的命？若是你真的能拿出这么多灵石，我饶你一命又如何？所以说嘛，都是为了钱而已。说什么原则？难不成为了原则，连钱也不要？哼，小子，说这么多，你拿得出那么多灵石吗？我说了，区区200万而已。萧家难不成没有告诉你，现如今整个道玄宗的丹药都是我供应的吗？什么？都是你供应的？我血砂堂的情报居然是真的！好，你快点给我灵石，我拿到钱马上离开，甚至可以护送你回到玄宗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这里面有200万灵石和一些材料，记住你的承诺。咬死你！200万我就算有，也不可能给你啊！作为一个杀手，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，还元婴杀手，能活到今天也算是你运气好，没有早点遇到我了。也不知道张长老死了没。中毒了，看样子不是寻常的毒素，不然张长老一个元婴3重天的强者，也不至于差点被毒死。你运气还算不错，我手里正好有一枚之前收购到的元婴下品驱毒丹，提炼成精品之后，正好能解了你的毒素。要是没有的话，即使是我现在炼制也赶不上了。道子殿下，是您救了我。我刚刚好像中了传说之中的血砂杖，恰好手里有一枚解毒丹而已。你别忘记了我是干什么的。多谢道子救命之恩，老夫无能，没想到居然还要道子殿下救我。对了，那些杀手人呢？我手里正好有师父给我的护身符箓，他们被我杀了。原来如此，那就好。对了，这一次我出来的事情，萧家是如何知晓的？道玄宗保密手段这么弱吗？萧家？难道血砂堂是萧家请来的？若是萧家的话，一切就说得通了。那任务堂的执法长老乃是萧家之人，这任务大概率是他发布的。看来萧家在道玄宗的势力不简单啊。萧家老祖曾经乃是我道玄宗老祖的师弟，只是在争夺宗主位置后闹掰了，所以独立了出去。虽然独立了，但是只要有天骄，都会送到我道玄宗来。不管他们势力有多厚，既然要杀我，那我也不可能让他们好受。萧家请杀手，一来有可能是为了杀道子殿下，二来有可能只是想要拖延时间。毕竟马上就要宗门大比了，他们肯定不想你进入悟道池。悟道池吗？既然他们不想让我去，那我还真的得去一次。对了，他萧家不是还有个天骄吗？正好在这一次宗门大比之上宰了。道子殿下别大意，那萧玄怕是已经元婴了，其实实力怕是连我也不是其对手。这么厉害吗？那我更加得见识见识了。好了，走吧，先回到道玄宗再说。唉，这道子殿下和他师父一样，也是个冲动的人啊。可惜了，最强大的那个元婴级杀手炸成渣了。不过要是不炸的话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还不一定能拿下他。居然炼化出这么多的灵气，粗略估算，
大致相当于7万中品灵石的量了吧？看来他们把所有的钱财都放在自己身上了。也是，作为杀手，怕是连自己亲爹都信不过。这血砂堂实力强大，看来以后出门要小心了。师傅，我还好好的活着，叶哥救了我，你放心，你的仇我一定会给你报，就算是粉身碎骨，我也绝对会给你报仇。当初我被那黑魂使攻击的时候，这玉牌好像亮了一下，虽然不明显，但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没一下子和师傅一样被杀。而且，我身上多出来的这雷霆之力，似乎也是这玉牌给我觉醒的。这玉牌是当初师傅送我的拜师礼，据说是他家传的宝物，难不成真的是什么强大的法宝不成？你在想什么啊，大牛？所谓的仙家法宝，哪有那么容易获得？不管如何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就算是妄想也要试试。你是何人？本尊乃是陨雷尊者。小家伙，是你唤醒了本尊。你和张家是什么关系？张家？师傅的家族吗？我师傅是张家的人。原来如此，那你也算是我后人的弟子了。这么说来，这坟墓里的就是你师傅。我感觉到了他身上属于我张家的血脉。什么？您就是师傅曾经说过的那位张家老祖？不错，正是老夫。当初老夫为了后人安全，将他们隐藏于九营宗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族人还是灭绝了。唉，天意呀！晚辈张万军拜见师傅的老祖，老祖节哀。修仙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本尊已经看透了，毕竟我也只是一道残魂而已。不过既然还没彻底死，那也得做些什么。小子，你能觉醒我藏于养魂牌之中紫霄玄雷，雷系潜力也绝对不差。你刚刚说要报仇，本尊可助你。老祖，您若是能助我灭了那黑魂宗，我大牛就算是粉身碎骨，魂飞魄散，也绝对报答您的恩情。哈哈哈，好，你小子能说出重情义的人，你师父没有白收你为徒。有本尊教导，在这神霄域还没有报不了的仇。师父，这神霄宗真的有我要的东西吗？这神霄宗乃是当初我一个记名弟子建立的宗门，里面有我当初留下的一道紫霄玄雷本源。吸收之后，你的紫霄玄雷威力能提升数倍，运气不错的话，甚至有可能灵根升级。灵根升级我就不想了，能提升境界就行。我现在才勉强炼气9重天，还是太弱了。3个月的时间达到这个水准，仅仅凭借我的指导基本不可能。你那兄弟留下来的丹药帮了大忙啊，居然都是精品的丹药，而且还那么多。那是当然，我叶哥的师傅可是炼药大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考核好像也没那么难。废话，修炼了我的神魔金身，虽然距离入门还很远，但是你的肉体寻常筑基3重天也不是你的对手。对了，师傅，你之前说感应到你的法器的气息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神霄宗有弟子获得了您的传承？神霄宗弟子的天赋，就算再强大几个等级，也不可能获得我的传承。应该是被玄天州的某位天骄获得之后来过这里。你且小心行事，多谢道子殿下出手，为我们解决黑魂宗这等邪魔宗门，还我神霄域一片净土。我神霄宗上上下下所有弟子感激不尽。好了，我们也要离开了。对了，还有件事得麻烦一下宗主你们。道子殿下请讲。能为道子殿下做事，是我们神霄宗所有人的荣幸。我有个朋友是九灵宗的，听说九灵宗被灭了一些长老和弟子，到了你们宗门避难，还劳烦宗主稍微照顾一下，也用不着特别优待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道子殿下您亲自前来。殿下您放心，他们既然加入我九营宗，那就是我九营宗弟子，绝对不会厚此薄彼。那就麻烦宗主了，走吧，张长老。没想到在这神霄域还能碰到其他我九灵宗的弟子，你小子居然也活了下来，不简单啊！放心，到了这神霄宗以后，我们就是自己人，有什么事情和老夫说便是。多谢吴长老。对了，吴长老来这么久，可否去过神霄池？你小子懂什么？那神霄池别说我等，就算是核心弟子要进入一次，都得排几十年的队。什么？得排队几十年那么久？我说的是核心弟子。你小子想什么呢？
是宗主和各位长老。拜见宗主，拜见各位长老。两位可是九灵宗来的？是的，您是宗主大人。不错，正是本宗。你们九灵宗的老祖曾经和本宗那可是生死之交，没想到多年未见，九灵宗居然落得如此下场。放心，那黑魂宗已经被我们请的强者灭了，也算个给九灵宗复仇了。什么？黑魂宗被灭了？不错，是被道玄宗的道子殿下亲自出手灭杀。尔等可得念着道子殿下的好啊！道玄宗，那不是化神大宗吗？没想到居然是道玄宗强者灭的，太好了，宗门之中的师兄弟也能瞑目了。对了，你们现在可否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提出来，能满足的，我们神霄宗自然都能满足。宗主说笑了，我们能加入神霄宗已经是莫大荣幸了。用不着客气，让你提要求就提。那个小人，我现在也100出头了，还没有个道侣。不知道宗主您能否给我介绍一个？那个是有点唐突哈，这小事而已，本宗主会给你撮合。多谢宗主。那少年，你又有什么需要我们神霄宗给你做的？若是可以，弟子想要去神霄雷池，弟子愿意进行考核。这神霄雷池可是我神霄宗至宝，怎能如此轻易进入？少年，你可知道，这神霄雷池只有核心弟子才能进入，而且还得排队几十年。若是不行的话，就当弟子没说过。既然本宗说了你们可以便提，那自然可以。不过神霄雷池可不简单，你的实力下去可不一定能上来。多谢宗主能给我机会，弟子只要能下去，生死不论。既然如此，3天后你来宗主大殿找本宗就行。小子你糊涂啊！吴长老，你这是何意？你呀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宗主他们只是客气一下，你怎么能提出这等无理的要求？宗主不答应你，这么多人看着多没面子。这要是答应你，心里肯定不高兴。没办法，我总不可能真的等几十年吧，只能赌一把了。他们就算真的要迁怒我，也得等我从神霄雷池里出来再说。罢了，你小子到时候多说几句好听的就行。对了，话说回来，这宗主他们怎么突然对我们九灵宗来的弟子这么好？我九灵宗不过只是个筑基宗门，什么样的老祖能和宗主当生死之交？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。猜测？什么猜测？道玄宗的道子殿下昨天降临我神霄宗，你没赶上。那神霄宗可是化神大宗，其道子就是日后的宗主。只是我看他的长相很像我九灵宗的一个人。他长得和谁像？造化阁主的弟子叶宵。你说什么？造化阁主的弟子？不错，就是造化阁主的弟子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张道远的弟子，曾经在造化阁当差，那刀子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对我们照顾的。应该不是，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这里。毕竟，若是叶哥知道我在这里的话，绝对会来找我，绝对不可能就这么走了。看来我的传承是被这个所谓的道子给带走了。对了，大牛，你和那所谓的道子认识？是的，师父，叶哥和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。我之前其实和师父一起死了，好在和肉体都在，是叶哥求他师父才救下的我。原来如此，那等这一次从神霄雷池之中出来，我们就去道玄宗去找你好兄弟罩着，顺带我也去见见我的好友。好浓郁的寒冰之气，这到底是什么妖兽的蛋？居然能冰封方圆千里的大地！不得了啊！这蛋给我的感觉远比寻常的化神大妖的蛋还要恐怖，难不成是合体大妖？而且破壳应该不久，难不成是被玄天宗带走了？只是没想到这天灵宗的人竟然都死了，不知道师姐如何了。道子殿下，难不成有熟人在这天灵宗？不错，有个好友前不久刚刚到天灵宗，我本想这一次来接他的，没想到还是来晚了。罢了，既然没有活口，那就先离开吧。那之子，我们就先敌。啊！不好，有危险！
这巨蛋居然主动守护我们。不管如何，这一次怕是麻烦了。来人至少都是元婴8重天以上的强者。萧家三长老，没想到你萧家居然真的敢暗杀我道玄宗道子，难不成要和我道玄宗开战？萧家三长老，元婴大圆满。血砂堂的那些废物果然靠不住，还好老夫留了个心眼，没有听萧郎峰那个废物的话，不然的话还真的让你们活着回去了。老东西，今日我若是不死，你萧家我必灭之。小子，你的天赋虽然不错，但是日后撑死也就是个出鞘，而我萧家老祖在你的这个年纪已经快元婴境界了，况且你就算天资更加强大，也得活下来才行。更金符，给我火！没想到你小子体魄还挺强，那元婴的老东西都快死了，你一个金丹竟然还活着！狗东西，要杀我还没有那么简单！给我死！就这。这下总该是死了吧？嗯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玄之子，这不可能！那老东西人呢？我刚刚身上的衣服发出金光就晕了，居然连进入鸿蒙空间都没有机会。看来以后不能冒险了。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宗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是你的身外化身，你是化神强者。本宗距离化神还差得远，这不过只是一种神通罢了。没想到那萧家居然真的敢派人来杀你。等等，宗主，你早就知道萧家会派人来，你也早早做了准备。他们搞的小动作，我要是都不知道，就没必要当这个宗主了。放心，你作为宗门道子，要是这么容易就被暗杀，我道玄宗早灭亡了。吓我一跳，差点以为这一次死定了。你小子也是够胆子大的，区金丹3重天，竟然敢和对方一个元婴大圆满动手。那个级别的强者，就算你手上的陨雷剑也无法破防。可是我这个陨雷剑不是元婴极品的法器吗？怎么这么弱？的确是元婴极品，但是你太弱了，连他1/10的能力都无法发挥出来。当然，就算发挥出全部力量，也不是对方的对手。不管怎么说，至少我也算是活下来了，而萧家却是损失了一个长老。的确如此。好了，我的力量耗尽了，你尽快回宗门。若是再出现什么变故的话，我只能在宗门给收尸了。这一次的伤势有些重啊，还好可以用木属性灵根之气快速修复伤势。这摊子的衣服也能去自己修复和清洁，还挺方便的。这蛋壳这么好的东西，居然没有人拿走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便宜我了。萧家，你们给我等着！长老，那叶凌霄回来了。回来了？那血砂堂的都是废物不成？这大比斗还没开始，居然就让他赶回来了？好像是宗主大人将他的非洲给叶凌霄用了。还有玄机子的事情，可恶！看来这玄机子早就看穿了我们的伎俩。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很快宗门就会出现针对我萧家的行动。长老说的没错，刚刚宗主已经下达法令，撤除了任务堂长老的所有职务。另外什么？另外就是，不仅是您，我萧家所有长老的职务也都被撤囚了，而且停封10年。什么？全部被撤除，还停封10年？他玄鱼子疯了不成？长老息怒，宗主把这一次我萧家和血砂堂合作的事情公之于众了，我们没被逐出宗门就已经不错了。都怪那叶凌霄，若非是他，
我们也不会被玄机子找到把柄。大少爷怎么说？大少爷说让我们别再干这种蠢事了，他会在宗门大比上光明正大的杀了叶凌霄。要是我们再敢惹事的话，大少爷怎么说？大少爷说我们再惹事，他会亲自动手解决了我们所有人。看来我们的确是操之过急了，给大少爷添麻烦了。好了，传令下去，停止一切行动。我知道了，长老，我这就传令下去。我知道了，长老，我这就传令下去。叶凌霄，好得很。就算你能回来又如何？照样得死在大少爷的手里。你这臭小子，出去做任务也不告诉你师傅我，害得我担心了好几天。可是宗主的飞舟太快，我想要去追也追不上。虽然遇到了几个血砂堂的杀手，不过有惊无险。什么？遇到血砂堂的杀手？师弟你没受伤吧？特别是这脸没事吧？你可是得靠脸吃饭的。师姐放心，我没事。那萧家一群穷鬼，就花10万中品灵石，能请到什么像样的杀手？全部被我宰了。其实也不是萧家穷，而是花太多钱的话，宗门很快就能查到他们的头上，所以只能拿出10万灵石。当然了，他们不知道玄机师兄早就在注意他们的动向了。他们估计也没想到宗主会帮助我对付他们。对了，师弟，明天的宗门大比你就不要参加了。你作为道子，能直接进入悟道池，这可是宗主颁发的法令。不错，那萧天已经成功突破，据说还掌控了出阙级异火。真的打起来，你没有胜算的。什么？出窍级别的异火？你不说这个，我还不想去，看来必须得去了。我的好师弟啊，这萧玄可不是那些寻常的元婴，你就算是8品金丹，也不可能打得过金丹7、8重天的他，别说是元婴级了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况且我也不是金丹1重天，而是已经金丹3重天了。什么？金丹3重天？师弟，你开玩笑吧？你突破才不到1个月啊！你克仙丹都没这么快吧？我操！真的达到了金丹3重天，而且根基如此之稳固。凌霄，你小子真的克仙丹了？你们忘记我是炼药师了吗？最近炼制了一批精品丹药，再加上正好功法有所突破，所以境界提升快了。就算快，也不至于这么快吧？好了，既然凌霄你决定了，那就去干那小子。师傅，我相信你。不过这块令牌你拿好了，必要时候可以保命。我去，师傅你连惊雷令都给师弟了。哈哈哈哈！放心，你和你师兄也有，反正大比成绩什么的无所谓。你们的目标就是给我好好活着回来。多谢师傅，我肯定会活着回来。诸位，今日是我道玄宗10年一次的宗门大比。本次大比一共分为3轮，第1轮为淘汰赛，只有前1000的弟子才能进入第2轮的擂台战。擂台战一共10个擂台，只要能成功守队，皆可入我道玄宗的造化池修炼1个月的时间。居然还有3轮，就是不知道考核内容是什么。这一次若是我能成功进入无道池，并且感悟1个月，我必将彻底掌控那幽冥玄火。届时等老祖出关，我就是真正的道子了。现在我就为各位介绍一下第1轮的大比内容。7天之前，青云州遭福大变，出现兽潮，被妖族入侵，为首的妖兽乃是一尊出窍境界的大妖，以及数百个元婴妖族，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金丹级妖族。你们的任务就是猎杀足够的妖族，猎杀的越多，积分越高。当然，所有人需要携带一块流影石，全程记录你的猎杀过程，不记录在册的将不计入成绩范围。居然连出窍级别的大妖都有，宗门也不怕我们全部被妖兽杀了？就算我们再强，也不可能对不了出窍大妖吧？宗门肯定有他们的计划，我们大概率是见不到那个级别的存在的，但是元婴级别可就不一定了。师弟，你可是得保护师姐我啊！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，就是不知道我们被传送过去之后还能不能在一起。不过我们都有传讯符，等到了之后，大不了我去找你们。那师姐我就等着被师弟你包养喽。红绫，你好歹是师姐，居然还要师弟保护，你害不害臊？哼，不叫师弟保护我，难道让你吗？遇到金丹巅峰甚至元婴级的大妖，你打得过吗？这倒也是哈，那师弟到时候你可是也得保护保护师兄我。好了，所有人准备好，本长老这就开启传送大阵。
诸位，此次妖兽来袭，上面已经禀报给了道玄宗，我等一定要守护到援军到来。这一段时间，就劳烦各位再努力一下。希望道玄宗援军能早点抵达。居然这么多的金丹妖兽，这一座城怕是死得差不多了，得尽快将这些妖兽斩杀，这样还能少死一些人，同时这些妖兽也能全部炼了。元婴一重天的蛟龙，这才有挑战性。受死！九天神霄咒，万雷灭！你们看，好像是援军到了，有人正在和妖兽战斗，那黑云蛟已经被斩杀了。真的有人在战斗，好强的气息！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这绝对是一个元婴大能，我们云海城有救了！哈哈哈！各位随我出去协助强者杀敌！雷鸣炎狮，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异种。元婴3重天的实力果然强悍，元婴1重天的城主在他手中一招都撑不住，想要杀他可不简单啊！这掌控变异雷属性的妖兽，实力比同等级的妖兽至少强大数倍。若非我的陨雷剑乃是元婴极品，根本不可能破防。就是不知道他的妖核能炼化出什么好东西，就是可惜他的尸体基本都炸成渣了。原来是道玄宗的大人降临，真的太感谢大人了！要不是您的话，我们这座城怕是都要被灭。无需客气，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剿灭这些妖兽。对了，城里还有多少的妖兽在肆虐？回禀大人，城内的妖兽已经被大人一人灭了7成了，剩下的都是一些小妖兽，不足为虑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我们这一座城虽然有救了，但是还有很多城都被妖兽侵犯，特别是百里之外的永天城。那永天城的城主是我好友，3天前就发来传讯，永天城已经破了，他估计已经战死，还请大人前去搭救。我知晓了，既然这座城已经没事，那剩下的交给你们了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等结束之后，小人定当去道玄宗求见大人。多谢道玄宗大人。用不着说什么感谢的话。你们现在去把我斩杀的所有妖兽的尸体给我带来就行。好的，大人，我们这就去，绝对不会漏了大人您的妖兽尸体。这些金丹妖兽的尸体蕴含的能量，最少也相当于100万中品灵石。希望那永天城的妖兽也能多一些。
道玄宗大人！这永天城居然没有一个修仙者的气息，看来修仙者都被击杀了。可是还有很多普通人没死，我要是大规模攻击的话，会误伤很多的凡人。看来只能将所有的妖兽引出城了。果然，所有的修仙者都已经死了，只是把所有妖兽引出来，看来得给这些妖兽单独炼制一颗能吸引他们的丹药才行。万兽血丹，这东西集齐了大量妖兽的精血，一旦催发，方圆100里之内的妖兽都能闻到，到时候肯定能将所有的妖兽都吸引过来。届时斩杀这些妖兽的时候，也用不着担忧普通人的死活。终于来了！给我收！3头元婴级妖兽，几十坨金丹级妖兽，一次性居然炼化出来了这么多的灵气和灵根之气。这一次的考核时间应该最少1个月，这1个月内足够我的境界提升到金丹5重天以上了。等等，不对劲！看来刚刚的万兽血丹似乎引来了不得了的妖兽了，而且还不止1头。难道要离开？不行，离开的话这一座城的人全都得死。罢了，等他们来了看看，打不过再跑也来得及。趁着这个时候将所有的妖兽全部炼化，正好我的灵魂马上就要达到相当于金丹7重天的煞魂境7重天了。突破之后对上这些主修肉体但是却不修炼灵魂的妖兽，有先天的克制，到时候要击杀他们也容易一些。仅只是2座城，就已经炼化出来了相当于300万中品灵石的灵气量。这些妖兽每一头所蕴含的能量都比同等级的修士庞大太多了。这还是因为大多数是金丹，若是元婴妖兽多一些的话，灵气还能更恐怖。而且这些妖兽的血脉之中同样能炼化出灵根之气，只是要提升到中品地灵根还是有些不够，还是先突破神魂境界吧。3位，声音这么大，也不怕扰民吗？人类，刚刚我们闻到的那一股血食气息在哪里？交出来，饶你不死！老大和他废话什么？连他一起吃了！要吃我，先追上我再说吧。速度还挺快，既然如此，尝尝我这一招。
就算有陨雷剑也打不过。三位，要不商量一下，你们放我离开，我给你们万寿血丹。人类，你当我们三兄弟蠢不成？杀了你，那什么万寿血丹也是我们的。没错，你现在把那丹药拿出来，我给你一个痛快。好，我给你们丹药。好香啊！这是什么丹药？居然这么香！小子，快点把丹药给我们！可以，只是这丹药我只有1颗，只有1枚，那自然是给本老大了。凭什么？这小子要不是我拦住，早跑了。这丹药该给我。嘿嘿，两位哥哥，我最小，实力也最弱，你们就当做照顾照顾弟弟我了。这丹药给我如何？放屁！我们只是拜把子，又不是亲兄弟，凭什么让着你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提升实力的丹药，你小子吃得明白吗？还得老大我来。哼，废话少说，既然只有1枚，那就打一架，谁赢了谁吃。好，为了1枚丹药，你们2个小子竟然要和老大我打架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自量力！这巨象虽然强大，但是太蠢了，连装死都看不出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万寿血丹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，看来以后得慎用。操！被那小子阴了！也算是捡漏了，这3头元婴级的妖兽实力都不是一般的强大，若是我动手的话，铁定是打不过的。不过可惜失去理智了，再强也没用。这一座城的妖兽死的差不多了，不过这里每一座城都有元婴级妖兽，得先去找到师姐他们。他们的实力，若是遇到元婴级妖兽，必死无疑。一头元婴异重天的妖兽是1万积分，我现在总积分已经24万了，应该是第1名了。哼，这独孤云之前被称之为第1天骄，现在还不是在我之下。只要他不达到元婴，那就永远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叶凌霄，杀了萧天那个废物的叶凌霄，他不是才金丹3重天吗？怎么会突然多了这么多的积分？对了，这惊雷峰最近弄到了大量丹药，看来是这所谓的道子用丹药请人给他充分，怪不得境界能提升这么快，原来是嗑药。这种吃药的速度，怕是用不了几年根基就废了。估计是为了在悟道池能多吸收一些悟道之气，同时能在大比上露露脸。哼，只会依靠外物的废物，就算积分冲到第1名，那又如何？照样是一个废物而已，不足为惧。我只需要小心那独孤云就行。叶凌霄，和师弟一起入宗的那个。师弟说他们入宗的时候，这叶凌霄不是才筑基7重天吗？这才多久，居然就已经金丹3重天了？这积分居然超越了我，实力肯定强大非凡。只可惜我被这元星6重天的蛟龙拖住了，浪费了不少的时间。得加快速度了，不然回去师父又要说我了。
我去，这里怎么这么多的妖兽尸体？难不成是排行榜前几的人刚刚在周围杀了妖兽？对啊，也就只有这些参加考核的弟子不需要尸体，毕竟他们都是为了积分而已。那岂不是说这些尸体都便宜我了？这么多的妖兽，比我之前杀的所有妖兽加起来数量都要多，而且这里还有异火的气息，看来动手之人8成就是那萧玄了。元婴级果然强大。对了，我可以跟在这些天才后面捡路啊！我一个人再强，杀妖兽速度也比不上所有人加起来快。这样一来，我积攒灵气的速度将会提升至少3倍以上，而且我的积分也足够我进入下一轮了，用不着再猎杀妖兽。收获不错，炼化出相当于700万中品灵石的灵气量，那可是700亿下品灵石啊！那萧天刚刚是从西方离开的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追上去捡漏。咦，下面怎么好像还有一头妖兽？下去看看。居然是元婴6重天的蛟龙，这些剑痕，难不成是鸿剑的师兄独孤云杀的？这么多年来，独孤云对上萧玄的每一场战斗都是胜利，我还以为这萧玄晋级元婴之后能碾压独孤云，现在看来还是独孤云强大一些。若是他能在这一次的大比之中突破到元婴级别，那实力绝对甩萧天几条街不止。算了，不关我的事，我捡漏就行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好像是血脉，那一条蛟龙的血脉，而且如此纯净，里面的杂质已经被彻底炼化了。没想到鸿蒙空间居然连妖族的血脉都能提纯出来，这能力还是第一次见。不过，能让鸿蒙空间主动炼化出来的绝对是好东西，先吸收了再说。好强大的力量，居然在我神魔金身的基础上让我的肉体力量提升了3倍不止。要是再遇到那3个元婴级妖兽，凭借这单纯的肉体力量，我怕是都能和他们一战了。而且似乎还有别的能力，出去试试。这一次收获太大了，尤其是这蛟龙精血，让我的肉体强度比之前强大了数倍。而且好像还有一种特别的能力，试试看是什么东西。好快的速度，这速度至少就是我人类形态之下的数倍。我现在的血脉应该是最纯净的神龙一族血脉了，就是量太少了。不过也是，刚刚的蛟龙不过只是元婴而已。看来以后要是可能的话，可以多弄一些蛟龙一族的尸体，全部炼化之后用来强化我的龙族血脉，能大幅度提升我的战斗力。只是这神龙形态还是别轻易使用，毕竟这可是神龙啊，要是被人当作神龙幼崽抓了，那可是就倒大霉了，怕是还会被契约成兽宠，甚至有可能会被抽筋扒皮给炼了。终于达到金丹5重天了，灵气充足的情况下，修炼速度就是快啊。这1个月来，我猎杀妖兽的同时，跟在宗门天骄后面捡妖兽，让我收获了1000多万道纯净的灵气。现在的灵气浓度一道抵得上2块中品灵石的量，相当于白嫖2000万中品灵石，这收获巨大啊。不过因为一直在修炼，排名已经跌到第7名了，距离第1差了足足10万积分。罢了，能到前10就不错了，正好隐藏一下实力。那是什么？好大的鸟，居然是元婴7重天的金翅大鹏。这要是杀了的话，我的积分能直接达到第1名。不过杀了它就得使用神龙血脉，而要把杀做我的积分就得全程留影。罢了，这积分不要了，但是这妖兽可不能放过。
这个月来，我炼化了几头蛟龙一族的血脉，这神龙血脉已经达到了半步出鞘大妖的血脉水准，对实力的增幅强大了很多。这金翅大鹏若是我动手的话，要杀难度很大，但是化龙之后居然如此轻松，只可惜不能人前使用。不过若是真的遇到生命危险，好歹也算是有个保命的底牌。对了，这考核时间也到了，先回宗门吧。师弟，你好厉害啊！我看你都排行榜第5了。这算什么？第1天的时候，师弟都第2了。运气好罢了。对了，我之前问你们在哪里，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？我还准备去找你们的。我们之前也就和师弟你开玩笑，考核这东西要是都让你来带的话，那我们日后还怎么成长？红玲说的没错，你师兄我还没那么菜。那你们也得给我回个消息啊，我还以为你们出事了。我这不是怕你顺着传讯符的踪迹找来吗？哈哈，师妹，你和我想一块儿去了。哼，只有废物才需要别人保护。你说的不错，只知道让家族保护的人，的确是废物。小子，你说谁靠着家族保护的？谁破框自然就是说谁了。怎么，师兄这么着急？难道被我说中了？也是，整个道玄宗也就只有你家族势力最大了。说你废物倒是也不错。小子，你找死！怎么，师兄你准备现在就和我打一场？师弟不赔到底！不想淘汰，你们可以动手。哼！玄法，你这2个徒弟怎么都和疯狗一样喜欢骂别人废物？是家族传承吗？还是你这个师傅教的？我应该说你那徒弟吧，已经把我小徒弟杀了，现在怎么又来招惹他哥哥？我就这一个徒弟了。切，关我徒弟屁事？不是你徒弟主动惹事吗？这叶凌霄的境界怎么会提升如此之快？仅仅4、5个月，居然从筑基7重天提升到了金丹5重天，如此快突破到金丹，他的品级肯定不高吧？哈哈哈哈！我这徒弟的金丹品质可是比你的6品金丹还要强大的多，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哦，难不成是7品金丹？若是真的能有7品金丹，那用不了1000年。或许我道玄宗就能多一个化神强者了。师兄，你等他们决赛就知道了。哼，就算7品金丹又如何？雷霸天你养得起吗？之前和我们丹峰打价格战，把你底裤都赔光了吧？供得起一个7品金丹的天才吗？赔光？丹匣子，你老糊涂了吧？赔光不是你们丹峰吗？这几个月怕是赔了至少1000万中品灵石了吧？我还好，小赚。雷麻子，你到底哪里来的那么多丹药？真的要和我丹霞峰鱼死网破不成？鱼死网破？你太看得起你丹霞峰了，最多你死我活。当初你克扣我惊雷峰丹药的时候，可是比现在嚣张多了。我还是喜欢你嚣张的样子。好，好，好，雷麻子，你等着，我就不信你真的还能继续坚持。好了，你们2峰的事情不要再说了，大家都是为了道玄宗发展，别伤了和气。宗主，雷蛮子可是在损害我道玄宗长远的利益啊！长此以往，炼药师没得赚的话，都没炼丹的动力了。到时候没有了丹药，宗门弟子去哪里买丹药？这倒也是，师弟，你这丹药价格确实是过于低了一点。哈哈哈哈！没事，我惊雷峰的丹药管够，给了他丹霞峰，我们也有足够的丹药应整个宗门。可恶的雷麻子，我看你能供应多久？今天起，我们丹霞峰不炼丹了。哼哼，不炼最好，我惊雷峰还能多赚点，你丹霞峰别到时候哭鼻子就行。哈哈哈！好，我丹霞峰等着那一天。你们啊，都几千岁的人了，怎么还一个个和小孩子一样？就不能成熟一点吗？师兄，你说这话就不觉得害臊吗？他们2峰打价格战，最开心的不是你吗？你看这几个月来宗门的整体实力水准提升了多少？师弟，你小声点不行吗？我就算再开心，也不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啊。诸位，第1轮大比已经出了结果，排名前3000位可直接参加第2轮的擂台赛，其余弟子退场。擂台赛规则很简单，一共10个擂台，每个人有3次挑战机会。最终大比结束之后，能留在擂台上的人获得进入悟道池的资格，同时获得进入第3轮的资格。
时间限制为每一场战斗1炷香，若是1炷香的时间内无法战胜对手，则守擂者胜利。3天时间结束，即使是还有挑战次数，也算作淘汰。擂台赛吗？有意思。那我先战一个。小子，有种就上擂台和我一战，输了可就没有机会进入悟道池了。要是不敢，以后见到师兄我就夹着尾巴做人。哼！师弟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！这萧玄明摆着是激将法。这个我知晓，不过他这么嚣张，我有点看不惯啊。师姐，你放心，我还有3次机会的。虽然有3次机会，但是师弟你要是被杀或者重伤，可就无法再战斗了。是啊，师弟，你杀了他弟弟，他绝对不可能放过你的。这个我自然知晓，不过你们放心，我的实力还没有那么弱，杀他绰绰有余。没想到你真的敢上来，看来我小看你了。你的确不是怂货一个。师兄过奖了，毕竟不上来，我哪里来的机会找你们萧家算一算你们请杀手杀我的事情？哼，那件事与我无关。不过既然是我家族之人做的，那我不会否认。既然已经是死仇，那今天你我之间只有一人能走下这个擂台。来得好！真不愧是萧家大少，实力就是强啊！可恶的小子，你一个金丹5重天，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？我的强大，难道你们家族的人没有和你说？还是说你真的以为我第1轮的时候冲到第2名，真的只是靠运气？哼，实力又如何？运气又如何？你的实力若仅仅只是这么一点的话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是萧家的炎魔血脉，萧师兄动真格的了。是啊，据说这炎魔血脉乃是萧家先祖的特殊血脉，使用之后实力提升数倍。呵呵，雷麻子，你那好徒儿可是要被打死了。这炎魔血脉可是出阙级别的强大体质。哼，那又如何？我徒儿有仙人之姿，小小炎魔血脉，就算现在打不过，以后也绝对能轻轻松松秒了这萧玄。切，以后他能活着从擂台上活着走下来才有以后。这萧家和他叶凌霄可是不死不休，今天叶凌霄不死，以后死的就是萧家。萧玄没那么蠢。哼，你当我吃素的？有我在，他杀不了我徒儿。你要插手宗门大比，宗主，你看这雷毛子居然如此不把宗门规定放在眼里，还有玄法，你这个师傅不说句话？就是，难不成只准他叶凌霄杀我徒弟，不准我徒弟杀他叶凌霄？怎么，玄法你又想要找打了不成？萧天的事情和这一次不一样，萧天犯的是死罪。但这一次只是宗门大比，为了争强好胜，损失宗门天骄。长此以往，我宗门距离灭门也不远了。可是这不公平啊！他叶凌风日后要是找萧家算账，宗主你也要拦着吗？怎么，你是那萧家的客卿不成？还是说萧家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这么急着给萧家说话？萧家找血砂堂之人灭我道玄宗到此，我道玄宗找他们麻烦就不错了，难道还要护着他们？真的当我道玄宗无人了？宗主息怒，老夫没有那个意思。话虽如此，不过这宗门大比可以杀人，也是宗门数万年的规定，我等也不好坏了规矩。这样我提议，萧玄杀叶灵雕我们不插手，但是叶灵雕要杀萧玄，我们也不插手，如何？好，我同意无风的意思。你们就这么看好那叶凌霄？说这话不就是为了让玄法不去救他徒弟吗？真以为老夫看不出来？哈哈哈哈！没错，就是如此。所以玄法你怎么看？要么都救，要么都不救。我也豁出去了，我也豁出去了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辛辛苦苦教导出来的元婴徒儿，还不如那小子一个金丹5重天。你们两个当初做弟子时候就在比拼，现在成为了封主还要较真，唉，罢了罢了。既然如此，谁也不准插手这一次的大比，违令者严惩。炎魔血脉，难不成这萧家先祖还睡过炎魔？这口味有够重的。炎魔血脉，难不成这萧家先祖还睡过炎魔？这口味有够重的。不过这么说来，人族之中似乎也有很多特殊血脉，那我的神龙血脉只要不变成神龙，只是调用一部分能力，岂不是也很正常？子，给我死！来得好，给我那是什么东西？什么？那手好像是龙爪。
这叶凌霄难不成有蛟龙血脉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就说我这徒儿的肉体怎么强大的离谱，原来是蛟龙血脉。玄法，你儿子现在可是麻烦了，我这徒儿的血脉好像更强。蛟龙血脉，这什么情况？雷霸天，你阴我！明知道自己徒儿有特殊血脉，居然还和我打赌！你可是别诬陷我啊！我之前也不知道，我可以对天道发誓。再说了，这打赌你也同意了，难不成要反悔？宗主，我刚刚的打赌能不能作废？我就这么一个徒弟了。胡闹！你当本宗说话是放屁吗？你为什么就一个徒弟？不就是嫌弃其他弟子出生不够好吗？术法峰有最好的弟子资源，你但凡收几个普通家族的天才，术法峰早就压过剑锋了。可是宗主，我没有可是。那萧家狼子野心，这萧玄和萧天加入我道玄宗，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？若是让他们成为下一任宗主，那我道玄宗日后就要姓萧了。好好想想到时候你们的处境。罢了罢了，都是他萧家自己自作自受。我这个做师傅的，到时候给他们兄弟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算了。哼，有你这个师傅，还真是好福气啊！那你有种上啊！连丹药都卖不过人家，好意思说我？好，连你玄法也敢来讽刺我！你术法峰的丹药别想要了，不要就不要，我大不了找雷蛮子买，还比你便宜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术法峰来买弹药，我肯定给你优惠价。两个可恶的家伙！那是什么东西？就许你有血脉体质，难道不准我有？好了，让我看看你这所谓的研魔到底有多强。有血脉体质又如何？你今天照样得死！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会输的？绝对不可能！这就是你的遗言吗？就算死，我也要拉你陪葬！师傅，这令牌果然有用。要不是有这东西的话，我只能跑到鸿蒙空间躲一下了。只是这出窍级符箓果然恐怖，一下子就把这令牌给废了。可恶！这萧玄居然动用出窍级符箓，他居然公然违反宗门规则，都要死了，他肯定得先保命啊！哼，你笑什么？你以为我徒儿就这样死了？你以为我没有给徒儿留保命手段？哼，那你还好意思说人家萧玄？你不也违反规则？宗主，我建议取消这叶凌霄入悟道池的资格，不然对其他的弟子不公平啊！死了，也死了，我现在算是一个徒弟都没有了。叶凌霄使用的是护体玉牌，若是正常情况下打不过使用，的确算是违规。不过这萧玄违规在先，叶凌霄属于正当防卫，所以符合规定没有任何问题。丹匣子，你这老东西气死了吧？宗主可不是站在你那边的。哼，那又如何？死的又不是我徒弟，死了也就死了。玄法，你看这老东西说的这叫人话吗？要是我的话，肯定揍他了。丹匣子，你这老东西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死了也就死了？杀你徒弟的人是雷蛮子的徒弟，你有种找他呀！我要是打得过他，还用得着找你？吃我一拳！霸天的智商怎么感觉最近提升了不少，连挑拨离间都学会了。霸天之前只是觉得没必要动脑子而已，毕竟拳头大才是硬道理。现在有了个拿得出手的弟子，也得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，不是？师弟，你没事吧？刚刚担心死我了，这萧玄居然不见武德偷袭你这个师弟。我没事，惊雷令给我挡住了所有的伤害。还好师傅真有先见之明，给了师弟你令牌，不然师弟你可是就交代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师弟你好厉害啊！而且你居然还有蛟龙血脉，那萧玄简直不堪一击。你之前怎么不说？和师姐我你也藏着。我也是这一次大比才觉醒的天赋，之前一直都不知道，不然也不可能瞒着你们。这倒也是。对了，师姐你们还不去挑战擂台吗？唉，我们也想去啊，不过实力不允许。我才刚刚突破金丹5重天，比起那些老牌师兄他们差远了。没事，我们还年轻，等下几次再去也没事。这样吗？对了，师姐，宗门大比可以用丹药吗？可以的，不过最多只能用金丹级别的丹药，而这个级别的丹药能提升的实力并不强。
还有后遗症。是的，所以师弟你就别管我们了。你说了，那是寻常良品丹药，丹药是精品丹药，最少能吃3枚，而且若是再加上强化肉体的丹药，一次性吃5枚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我操，精品丹药还是4、5枚，那得几百万灵石了吧？没那么多，我的成本也就几万灵石。这里一瓶有3份丹药，等时间快到的时候，你们挑一个实力最弱的去挑战。这里面还有消除副作用的丹药。师弟，你居然连精品的金丹极品丹药都能炼制？其实用不了这么多，我距离最弱的那个也就差一点点，刚刚差点就赢了。不过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地道？哪里不地道了？我们又没有违反宗门规定，就算不地道，能去悟道池，老娘也认了。还有谁准备上来挑战？赵长老，你这徒儿术法天赋不错啊，还好当初没有跟着玄法，不然可就废了。雷峰主客气了，我这徒儿比起道子殿下可是差远了。哈哈哈哈！比起凌霄自然差得多，那小子可是有仙人之姿。我来请教一下。原来是红灵师妹，你不过才金丹5重天，难不成想要挑战我这个金丹9重天？还是说你以为我战斗了这么多场，已经没力气了？我可不是乘人之危的人，你要恢复真气的话，可以随便，师妹我等你。哦，师妹这么有信心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操，红灵，你吃了多少丹药？你不想活了？要死也得先把你打下去！速凡无图！我操，红灵这死丫头不要命了，一下子吃那么多丹药！雷峰主，你这徒儿怎么不讲武德啊？说好等我徒弟恢复视线的，怎么偷袭？那个兵不厌诈嘛，谁让你徒弟说什么就相信的？这也算是一堂宝贵的人生教育课。金丹极品的精品丹药，而且不是寻常的精品。雷麻子，你到底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丹药的？而且还有这等神丹，你是不是获得丹道大能传承了？哈哈哈哈！丹匣子，你可是别给我引祸水啊！我的所有丹药可都是我那好徒儿叶凌霄一人炼制的，而且是我亲眼看着他炼制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一个金丹，怎么可能炼制出金丹极品的精品丹药？霸天，你说的若是真的，那这凌霄的丹道等级日后绝对是化神，甚至合体级别。这等炼药大师足以让我道玄宗腾飞。即使是不提他的炼药实力，就是这强大的五行和雷法同修的恐怖天赋也绝对非凡。那宗主，你的意思是要好好培养我徒弟喽？那是自然，虽然我本来就打算将他当作宗主培养，而现在却不一样了。若是炼药水准是真的，我将调动宗门所有资源，让他在最短时间内成为化神境界。还有谁要上来挑战？好强！这铁塔嗑了什么药？居然这么猛！是啊，之前和李师兄战斗的时候可是败了，现在居然把李师兄给秒了。那边的红灵师妹也是一样，都杀疯了。第2轮考核时间到，还在擂台上的人成功获得进入悟道池的资格。从悟道池之中出来之后，将会从你们10人之中角逐出最强之人，最强者可进入宗门宝库挑选一件珍宝。这里就是悟道池了，而悟道池之中拥有天地规则所孕育的悟道之力，再加上我盗用数万年来坐跨的出窍强者的功法感悟，在这里修炼1天，抵得上在外界修炼几年。你们有1个月的时间，这1个月的时间里，你们能吸收多少的悟道之力，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了。记住，越深的地方，虽然悟道之气越浓郁，但是却也越危险，所以量力而行。那不就是和我惊雷峰的惊雷池一样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先下去了。师弟，我们也走吧。这些就是悟道池的前辈感悟，居然有大量的功法和术法，以及武器修炼的感悟，
就是太过驳杂了。师弟也别担心，只要剔除那些用不上的，吸收那些有用的就行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这样一来的话，浪费的时间就有点太多了。这已经很不错了，即使是浪费一些时间剔除那些驳杂的灵气，我们这1个月也能获得相当于在外界苦修100年的感悟了。这倒也是。师弟，你们下去吧，我到这里就是极限了。不是吧，师兄，你这就不行了，我都没什么感觉。这里的水考核的似乎不是肉体，而是悟性。悟性越强，能下潜的距离越深。师弟说的没错，我脑子笨，到这里就是极限了。师弟，我也就在这里了，你们继续。你的悟性很不错，这都1000米了，居然还能坚持。师兄也不赖嘛，要不师兄我们2个比一比，谁的悟性更强？正有此意。这独孤云的天赋果然强大，这1500米的深处就已经压力很大了，他居然和没事人一样，看来只能用灵魂之气提升悟性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终于甩开那独孤云了，直接到悟道池的底部，到时候直接炼化悟道池的池水。这样一来，不管是功法还是术法的感悟都能留下来，而且炼化之后再吸收速度能提升很多倍。这里就是悟道池底部了，居然种植了这么多的1000年乃至万年的灵草。不过这里最珍贵的还是池水，吸收它1/10应该问题不大吧。这银色的灵气就是悟道池吸收出来的力量，和空间之力的银色力量还略有不同，不知道吸收了有什么效果，先试试看吧。悟道池的池水居然下降了这么多，是谁吸收速度这么快？难道是那独孤云？不对，独孤云的天赋和他师父差不多，他师父当初也就让悟道池下降了半米而已，这才几天就几米了，看来只能是叶凌霄了。看来霸天的话应该是真的，这叶凌霄的确能炼制出金丹极品的精品丹药，只有这等强大的悟性才有可能吸收悟道池水这么快。不过这也是好事，天赋越高越有培养价值。这银色的灵气居然如此恐怖，仅仅只是修炼了1天，居然就将9天神霄咒推演到了第3重。要是吸收灵魂之气修炼的话，最少也得3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水准，已经是单纯的吸收灵魂之气的100倍了。这种效果已经达到了传说之中的顿悟。就是这消耗有些多，1天的时间消耗了1%的悟道泉水，不行，不能这么浪费，得把这悟道之气的价值提升到最高。对了，我的功法修炼的还是之前在90老祖的密室里获得的道玄宗基础功法，整个道玄宗适合5行同修的功法一部都没有。既然没有，我还不如自己推演。虽然之前也想过这么做，但是之前仅仅只是依靠灵魂之气的话，虽然也能推演出功法，但是推导的速度完全赶不上我修炼的速度。等我推演出元婴级别的功法，可能我都出糗了。但是现在有了悟道之气，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。还好之前到了宗门第一件事，我就是去藏经阁将所有功法都记了下来，数千部宣布功法之中记载的感悟加起来，足够我推演出一部适合我的强大功法了。这1个月来炼化了悟道泉水1/3的水，希望出去之后宗主别找我拼命。不过足足1个月的推演，终于是有成效了。五行轮回现！
这一次不仅推演出来一部五行雷属性的出鞘上品修炼功法，同时还推演出这五行轮回的神通，威力比初秋极品的术法9天神霄咒还要强大数倍，让我的攻击力大幅度提升。再加上这一次1个月的顿悟修炼，我的境界直接提升了3个小境界，达到了金丹8重天。就算是那独孤云突破到元婴级别，对上我也没有丝毫的胜算。不错，你不仅剑意达到了4重，而且还提升到了元婴。这一次的大比冠军非你莫属。多谢宗主夸奖，是不是冠军还得比了才能知道。那叶凌霄的确非常人所能及，不过他的境界必究还是差得远，况且元婴和金丹差距甚大，他或许不是你的对手。萧玄也是元婴，不也照样输了？这倒也是，等到时候就知道了。不是说第3轮10个人晋级吗？怎么直接上来就决赛了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其他的知道这一次大比打不过道子殿下和独孤云师兄，所以全部弃权了。师兄，你既然修炼的是剑法，那师弟我也就用剑法和师兄讨教讨教。道子客气了，按照辈分，应该我叫你师兄的。既然道子有雅兴，那我们就先玩玩。师兄用不着留手，师弟我的剑道水平虽然不如你的强大，但是却也不弱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师弟可是要小心了。哈哈哈哈！吴峰，你徒弟虽然精通剑法，但是我看怎么也就那样啊！我这徒弟在剑道之上已经不落下风了。霸天，你别开心的太早，这独孤云的剑意还没施展，等使用剑意的话，凌霄在剑法上可不是对手。哼，就算施展出来，我看也白搭。我这徒儿的蛟龙血脉也没动用，要是用出来，独孤云撑不过3招。没想到你徒弟的境界又提升了，这一次独孤云或许真的要败了。不过剑道一途，还是独孤云最强。果然不愧是道子，剑意居然达到了2重剑意。师兄过奖了，你的3重剑意不是更强？而且我看你应该还有所保留吧，应该是4重剑意，要不施展出来给我见识见识。既然道子想要看，那我也不藏着了。我操！4层剑意，吴峰，你的徒弟这么厉害的吗？连4重剑意都领悟了。我也才发现，应该是这一次悟道池里面领悟的。看来这一次的战斗还是有点悬念的，或许有可能会赢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徒儿有仙人之姿，你徒儿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你徒弟不可能赢的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蛮子，就不能让我开心一下？好歹这也是我培养了几10年的弟子。凌霄还是我精心培养几个月的弟子呢。再说了，你剑锋前几届都是第一。我惊雷锋就这一次，我笑一下怎么了？哼，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可怜我那好徒儿啊，渣渣都没了。道子得罪了，这就是4重剑意，果然强大。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这4重剑意竟然如此之强大！
4重剑意的确比3重强大至少3倍，可是雷蛮子，你这徒弟是怪物吗？他竟然使用出来3重剑意了，连蛟龙血脉都没用。我说了，凌霄有仙人之姿，哈哈哈哈哈！肉体、神魂、剑道、术法，每一项都是顶尖天赋，每一项都比寻常地灵根要强。这等天赋综合起来，即使是在合体大宗也是天才了，更何况还是5行雷属性。霸天，这凌霄剑道天赋太强，你把握不住，要不我也教导他。没事，师傅还是你，我只是教而已。哦，吴峰，你说真的？要是真的话，自然可以啊！你的5重剑里，在整个天极州都没几个人比得过。自然是真的。对我而言，是不是徒弟无所谓。或许日后我还得和他请教剑道，正好他不是缺个像样的护道者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感情好，你守护他，比我可是靠谱多了。等等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就那一瞬间。看到了，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。既然你看到，那就是真的了。啥玩意儿就看到了？你们说的是什么？我怎么没看到？难道我的好徒弟受伤了不成？4重剑意，叶凌霄刚刚那一瞬间展出的剑法，居然有了一丝4重剑意的雏形。我操！吴峰真的假的？那我徒弟岂不是要逆天了？仅仅凭借剑道就要碾压独孤云了！哈哈哈哈！4重剑意，这怎么可能？万剑归宗！我操！赢了，赢了！道子殿下赢了！好恐怖的实力！还有那是4重剑意吗？道子殿下居然连第2轮的蛟龙血脉都没有使用就赢了！是啊，这实力太恐怖了！赢了！哈哈哈哈！我就说凌霄能赢吧，蛟龙血脉都没用，就这实力，谁人能敌？的确如此，这等天赋，就算是放在周围几10个州之中，都是最顶尖天骄。日后成为化神，我道玄宗就飞黄腾达了。是啊，这下宗主你就不用担心老祖出关，发现你搞的什么道子而生气了，肯定得开心坏了。哼，那是自然，老祖只会开心而已。没想到独孤云输得这么彻底，这天资远比我想象之中的恐怖，居然在战斗之中推演独孤云的戒意，如此短的时间内将戒意从3重提升到4重，简直不是人。悟道池被他吸收了3成，或许是悟道池水的效果还没完全消失，吸收了悟道池水3成，怪不得，这等悟性已经是我的10倍不止了。看来我就算教导他，也教导不了多久，就要被超越了。什么？吸收悟道池3成池水？我那2个孽徒是给我招惹了什么敌人？哈哈哈哈哈！玄法，你放心，你我虽然有冲突，但是怎么说也是多年好友，我会给你求情的。没想到霸天，你还能不计前嫌给我说情。毕竟你死了，我以后揍谁去？赢了，师弟赢了，太好了，师弟最帅！哈哈哈哈哈！这4重剑意，没想到还能染发。你看其他的师妹都快疯了。道子殿下，我要和你做道侣。道子殿下，我爱你。可恶，这些小妮子居然想要和我抢师弟，看我不去揍他们！师妹，你息怒啊！现在师弟是全宗偶像，你总不能把所有女弟子都揍一遍吧？再说了，只要你主动，谁能抢得过你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哼，这些臭丫头要身材没身材，要颜值没颜值，而且我还和师弟住一起，我怕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这就对了嘛！就算失败了，到时候师兄我给他灌醉，丢你房间。这可是师兄你说的，你到时候可得帮我啊。那是自然，不过我就怕到时候还没给师弟灌醉，我先睡着了。毕竟他实力可是比我强大多了，还有蛟龙血脉。吸收悟道之气战斗，对剑意的感悟速度是直接推演的数倍。
这悟道之气太离谱了，这么恐怖的感悟速度，什么功法学不会？现在的我掌控4重剑意，实力又提升了数倍。若是全力爆发，独孤云连接近戏我都做不到。就是悟道之气还是太少。之前在悟道池炼化出10万道悟道之气，推演功法达到出窍上品就花了7万，刚刚花了1万道，就只剩下最后的2万道了。要想让功法提升到化神，就算把悟道池抽干，估计也做不到。弟子见过宗主。无需多礼，恭喜你击败独孤云，成为了我道神宗这一届宗门大比的第1。那我是不是比有什么奖励？那是自然，除了可以去宗门宝库之中挑选一件物品，同时我个人决定，你可以随便再提一个要求，只要能做到，我都会尽量满足你。所以，你可以好好想想，想要什么？什么要求都行。那我能不能再去一趟悟道池？若是其他的自然没问题，唯独这个不行，因为之前你吸收了太多的悟道曲水，100年内悟道池都无法再开启了。你若是再进入一次，这悟道池有可能会被废了。那个，原来这悟道池水恢复这么慢，我还以为有足够资源就够了。自然不是，悟道池之中的药材什么的，不过只是辅助，最主要的是里面的仙族感悟和天地规则，这2个都无法短时间内补充。感悟和天地规则，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承载这2者的？自然有，那就是出窍境以上修炼者的元婴。出窍境就是元婴和天地规则渐渐融合，可以脱离肉体生存，因此这等级的元婴自带天地规则。当然，虽然出窍强者的元婴虽然蕴含天地规则，但是却无法炼化，很多邪修绞尽脑汁研究数亿年都没有研究出来。你小子可是别打歪主意啊！宗主说笑了，炼化尸体神魂的邪修勾当，我怎么可能做？哈哈哈，我也就开玩笑，你身上没有一丝怨气，自然不可能做那等事情。好了，你再想想其他想要做的。既然悟道池无法进入，那我可否能和宗门合作，开一间出售丹药的店铺，将丹药出卖到整个天极州，甚至其他州，出售给其他宗门？可是你只有1个人啊，供应我道玄宗怕是都难。你要如何弄到这么多的丹药？实不相瞒，我所修炼的5行雷属性可以将废丹和独门之中的单独驱除一部分，变成合格甚至良品。什么？5行雷属性还有这等逆天的能力？这5行雷属性比天灵根还要稀少得多，能做到这一点，好像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利润的话，宗门和我5-5分成就行。宗门3成就已经足够了。若是确定你说的所言非虚的话，我会代表道玄宗去天极州的天极城开设店铺。对了，店铺的名字你想好了没？那就叫它造化阁吧。这里就是我宗门的宝库，在这里罗列了我道上玄宗数万年来最顶级的宝物，每一件拿出去最低都是价值100万灵石，其中甚至有可能有隐藏的秘宝。这么多东西只能拿1件，大比冠军的奖励就是1件。当然你若是想要多的，大可用宗门贡献值换取。宗门贡献值的话是1块中品灵石1个积分，要兑换1件物品需要300万积分。什么？那不是相当于300万中品灵石？有点贵啊。所以就要看你的眼光了，若是眼光可以的话，自然能赚不少，当然要是眼光不行就亏了。这倒也是，那我能不能用丹药换？我这里得到丹药全部加起来，就按5折也价值1000多万。哈哈，自然可以，这么算下来我还赚了。既然如此，加上原本的1个，你可以选择5个东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可以沟通鸿蒙空间，看到这些物品之中蕴含的灵气。不过和宗主说的差不多，虽然这里的东西价值都很高，但是大多数蕴含的灵气也都是在100到1000万中品灵石之间。好浓郁的木属性灵根之气，这一株幼苗居然蕴含了相当于上品地灵根的灵根之气，而灵气量不过只有不到1万块灵石的量，说明这一株幼苗的年份不到10年。10年皮的灵植有如此浓郁的灵根之气，这东西绝对不简单。若是成熟，其等级怕是能达到合体级别，甚至更高。怎么样，凌霄，看好需要哪些东西了吗？看好了，我就要这几个。好小子，既然将这里最值钱的几种东西全部找到了，果然不愧是天才炼药师。不知宗主可否告知这一株幼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
我只能看出它不凡，却不知道具体是什么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，找了很多鉴定大师，都只是说等级不凡而已。连鉴定大师也没见过吗？这东西居然这么神秘，难不成是什么好东西？我还以为你选它是认出来了它是什么，有可能是好东西，也有可能就是一株稀有的灵植。不过现在它是你的了，能否发掘出它的价值，就看你了。好了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哇，这就是道子大殿吗？好奢华啊！比起这里，我们惊雷峰简直就是猪圈一样。师妹，你这就夸张了啊！我们惊雷峰虽然差一些，但是还不至于是猪圈。不过这里的确看着顺眼多了，真羡慕师弟啊！这道子峰还是挺大的，要不你们都搬过来，我一个人也住不下。我就算了，还得在惊雷峰练体，师傅也不会来。不过师姐可是最擅长照顾人了，就让你师姐留在你这里吧。就是不知道师姐愿不愿意。我当然愿意。你们两个这对话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要结婚了。师兄，你又开玩笑了。走吧，师姐，我们先到处转转，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。啊！我的手好痛！师兄，你拍我干什么？那个，我就试试看师弟你的肉体有多强，没想到这么厉害。师兄，你要是的话和我说啊，我平时都是运转功法的，你这样偷袭很容易受伤的，要不重新来？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你这怪物，我怕是用法器都无法给你破防。那你下次想要试就找我。师兄，你怎么这么弱啊？说好打晕师弟的，怎么自己还受伤了？我咋知道师弟平时也运转功法？而且我看这情况，就算是没运转功法，我也打不晕他。能不能拿下师弟，只能你自己来了。这东西要是直接炼化的话，似乎是有些太浪费了。但是这么小，我要是给它种下，不知道得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熟。对了，任何的灵植成长都需要灵气，灵田之中一般都会埋下灵石，让药材成长速度提升。灵石的品质越高，成长速度越快。而鸿蒙空间的灵气比极品灵石的灵气都要纯净100倍不止，或许可以用来直接催生药材。我这鸿蒙空间好像没有能种植的地方啊，要不去外面弄点土进来？我去，这鸿蒙空间然还能随意变化，之前怎么不知道有这个能力？而且这些土里面居然还蕴含如此浓郁的灵气。这么浓郁的灵气，这灵植的生长速度应该会很快的吧？仅仅一炷香的时间，居然就消耗了足足3万道灵气。不过，这转化率居然是100%，这药材之中蕴含的灵气量和注入的灵气量没有任何区别。也就是说，我催生出大量药材，就算用不了也可以炼化，不会有任何损失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没必要节省了，试试看这一株灵植成长到成熟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300万道灵气，要是给我吸收的话，怕是足够我境界提升到元婴了。可是这小树才刚刚到万年的大小，不过这蕴含的灵气量已经堪比寻常的化神灵植了。不知道这果子有什么功效？这果子居然有问物的效果，虽然远远不如鸿蒙空间炼化出来的悟道之气，但是这一枚的果子效果比寻常人在悟道池1个月的感悟效果都要多。这灵植难不成是传说之中的悟道果树？有顿悟效果，那就意味着能炼化出悟道之气。用灵气换悟道之气，这一笔买卖血赚啊！看来以后我不缺悟道之气了。真正3万道悟道之气，相当于100道灵气可以转化成1道悟道之气。
性价比极高。之前花费了5个时辰让树长大，不知道要让这树再次结果，需要多长的时间。1天的时间就能催生悟道果树万年的树龄，这鸿蒙空间简直逆天了。也就是说，以后每天我都能获得3万道悟道之气。不过这300万道灵气相当于1000万枚中品灵石。虽然这一次从宗门宝库赚了1000多万枚灵石，但是我现在所有灵气加起来也不过只是500多万道而已，还是穷啊！看来造化阁得提上日程了。宗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天机城出了个什么造化阁，把我道玄宗的所有炼药师都抢走了。没事，用不着理会。宗主，你糊涂啊！宗门炼药师都被抢光了，还没事？这样下去，我道雄宗都要完了呀！我道雄宗又不缺丹药，没有了炼药师又如何？宗主，你真的相信那叶凌霄一个黄口小儿就能供应我整个道玄宗的丹药？就算那5行雷灵根真的有逆天的能力，他的实力最多也就供应金丹级丹药，可是元婴和出窍级丹药又要怎么办？丹霞子，你先看看这是什么？精品破阴丹，这可是元婴上品的丹药里最贵的，一枚就价值几百万灵石。宗主，您从哪里弄来的？当然是凌霄炼制的，而且是当着我道玄宗除了你之外所有炼药生的面炼制出来的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炼制出来的？等等，除了我所有人，也就是说，那造化阁……不错，造化阁主就是凌霄。现在道玄宗所有炼药师都是给凌霄打工。现在你还认为他无法供应我道玄宗的丹药吗？我不信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肯定是宗主你骗我！丹霞子，我的丹药！看来宗主已经和叶凌霄穿一条裤子了，这种事情居然不告诉我。不过也不亏，这丹药可就是我的了。这叶凌霄连元婴上品的精品丹药都能炼制，看来我得做些什么了。这不是丹霞子峰主吗？怎么有空来我的道子峰？道子好手段，居然不声不响的把我丹峰给挖空了。人往高处走罢了，跟着峰主你的话，以后饭都吃不起了。他们自然会选择跟着我。峰主前来是准备和我兴师问罪。道子误会了，我这次前来是有大事找道子商议。哦，有大事，不知道是什么大事，说来听听。老夫听宗主说，道子殿下现在能炼制精品的破阴丹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难道峰主你想要和我买丹药不成？这可不是什么大事。不，老夫其实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钻研精品破阴丹，只可惜一直成效不大，所以老夫想要和道子殿下学习丹药炼制。哦，只是这等小事，自然可以。以后我炼制丹药，你可以在一旁观看。多谢道子殿下，多谢道子殿下。等等，你叫我什么？道子殿下，殿下有什么不对吗？你刚刚叫我道子殿下，我不挑你的理。现在你和我学习丹药，你该叫我什么？弟子丹霞子拜见师尊。弟子丹霞子拜见师尊。你也不傻吗？既然拜我为师，我这里有一些炼丹笔记，等一下你就去造化阁担任首席炼药师。多谢师尊，那弟子先下去了。现在造化阁也步入正轨了，有宗门的炼药师给我收过废丹和各种材料，我的丹药销量能提升数倍，后续每天的利润都能达到数百万中品灵石，足够我修炼的开销了。希望别再出什么变故。好，叶凌霄居然胆敢杀我2个麒麟孙儿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主，那玄之子欺人太甚，不仅护着那小畜生，居然还将我萧家在道神宗的所有人撤职了。现在的我们萧家弟子一点资源都拿不到手。哼，那玄机子早就想要搞我萧家，这一次只是找到了借口罢了。下一步他的动作估计就是要将我萧家所有人彻底赶出道玄宗。那老祖我们该如何是好？难不成就等着他们对我们动手？哼，自然不可能。
我那师兄已经闭关100年，要突破早就突破了。而且他早年修炼功法出岔子，寿元损耗了很多，现在怕是已经油尽灯枯。等我成功突破化神，就是我重掌道元宗的时候。老祖，可是那道玄子怎么着也是一个化神3重天的大能，若是没死，没死又如何？老夫我所掌控的异火已经晋级化人灵火，真的打起来，一个行究木的老东西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什么？老祖您的异火晋级了？太好了！这样一来，等您突破，我萧家就赢定了。传令下去，这一段时间让我萧家弟子都给我老老实实，别惹事。另外，老夫即将突破的事情绝对要保密，谁敢泄露，杀无赦。客官，来瞧瞧刚出炉的飞剑，削铁如泥；上好的培元丹，一力助击。护山大阵，保您一方平安。怎么回事？今天的丹药怎么到现在才卖出去这么一点？还有怎么一个客人都没有？师姐，我们的生意都被刚刚开业的造化阁给抢了。师姐，我们的生意都被刚刚开业的造化阁给抢了。他们的丹药品质都比我们的好，价格还只是我们的70%，太过分了。就是，他们这样损人不利己，到底为了什么？这造化阁什么来头？据说是道玄宗开的，现在所有人都去他们那里买丹药去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我会去处理。你们继续守着店铺。这就是造化阁，我倒是要看看这里的丹药到底有多好。这位师弟留步。这位师姐，有什么事情吗？不好意思，师弟，我就是想要问问，这造化阁主是道仙宗的什么人？造化阁主？师姐问这个做什么？好奇而已。对了，我看你也是炼药师，你应该不是来买丹药的吧？难不成你也是被这造化阁抢了生意来找他们算账的？不错，师姐你也是来算账的。不错，我是百花宗的。这造化阁破坏市场，害得我们百花宗一枚丹药都卖不出去。我倒是要看看这造化阁主是道玄宗的什么人。那个，这里毕竟是道玄宗的地盘，师姐你一个人来就不怕被欺负了？对啊，你说的有道理。要是这道玄宗不讲武德以多欺少的话，我们岂不是亏大了？走，师弟，我们摇人去。师姐你等等我。诸位天极州的炼药师同僚或许都已经知道了吧？那造化阁用极低的价格来打压丹药市场，明显就是要砸了我们的饭碗。不错，这造化阁简直无法无天。要是都像他一样卖丹药，我们这些炼药师还赚什么钱？绝对不能让他再这样破坏市场。这丹药市场的价格，可是我们多少炼药师辛辛苦苦几代人才拉高到这个水准的。可是，我们要是去闹把价格提升上去，其他的修炼者也不同意呀。哼，大不了我们号召所有炼药师不再炼制丹药，我就不信了，这造化阁能供应整个天极州的丹药。不错，罢工，让他们都去找造化阁买。等他们拿不出丹药时候，那些修炼者肯定砸了他们的店铺。罢工！罢工！不错，我们所有人罢工。我倒是要看看，这造化阁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各位一定要团结，只有足够团结，我们才能把这造化阁压垮。罢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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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，这些炼药师要是知道我就是造化阁主，还不把我给撕了？这师姐的号召力居然这么强，果然不愧是号称天极州第一美女。罢工！罢工！宗主，你通知我前来，不知道所谓何事？凌霄来了，的确有件事需要拜托一下你。宗主直说就行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一定做。老祖闭关的事情，你应该也知晓了。实话说，老祖这一次闭关能顺利出关的可能性并不大，因为早年他修炼功法出现岔子，寿元已经不多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次老祖有可能无法活着出关。正是如此。而我道玄宗除了老祖之外，一个化神都没有，甚至出破巅峰都没有一个。若是老祖先逝，我道玄宗怕是会被其他势力吞并。宗主要我做什么，或者说我能做什么？多年前我获得了一枚灵寿果，这果子只是元婴极品的药材，却能延寿10年。若是炼制成增寿丹，甚至能延寿几十年。
可惜这一类的丹药必须精品。宗主，你连那些化神中品甚至上品的炼药师都不相信，就这么确定我能炼制出来这增寿丹？你的炼药术我看在眼里，只是炼制元婴级别的丹药，那些化神炼药师绝对不如你。况且你是自己人，比外人强多了。既然宗主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肯定要试试。若只是寻常的元婴极品的话，我还是有70%把握炼制到精品的。我就知道，信你绝对没有问题。这增寿果和丹方，你回去先研究研究，先不急。对了，宗主，我今天回来的时候，怎么发现宗门大阵开着？是因为萧家老祖萧无痕突破化神了。什么？萧家老祖突破了？不错，那萧家老祖本是我道玄宗的天骄，也是那一届的宗主候选人。这件事我也听说过，据说是老祖觉醒天赋，将萧无痕击败，并且率先达到了出窍境界，所以才成为了上一任宗主。不错，正因为如此，那萧无痕才离开了道玄宗。不过即使如此，他萧家天骄一直加入我道玄宗，为的就是重新夺回道玄宗的掌控权。要是没我的话，他们的目标在未来应该能完成了吧？这倒不会，即使没有你，那萧天和萧玄日后也绝对不是独孤云的对手。那小子可不简单啊，当然比你还差了一些。等等，萧无痕突破，而我道玄宗老祖又不一定活着出关，宗主你是担心萧家对道玄宗动手？不是担心，而是必然。这也是我为何将增寿果给你的原因。现如今我道玄宗能否撑过这一次，只能看你了，凌霄。宗主放心，这件事因我而起，我一定尽全力。你不要自责，即使是没有你，那萧家也必然对我道玄宗动手。若是真的不可挽回，我会拼尽全力送你离开道玄宗。只要你活着，我道玄宗就还有希望。好了，宗主，那我先下去炼丹了。希望凌霄能成功吧。老祖啊老祖，您老这一次若是不能成功出关，我们这些徒子徒孙都得凉凉了。这增寿果虽然只是元婴极品，但是据说一枚就能卖到5000万中品灵石，而且之前在宝库的时候都没有发现它的踪迹，看来是被宗主藏了。也是，这可是给老祖提升寿命的药司，被我选走，还不出大事了。炼制增寿丹，我直接吸收悟道之气炼制，悟性提升100万倍的情况下，绝对能炼制成功。可是，一枚怕是有些不够。这鸿蒙空间的灵田，连悟道果这等逆天的东西都能种出来，种植增寿果应该也没问题吧？果然可行，而且这灵气的消耗量比那悟道果的消耗量少太多了，相当于只需30万中品灵石的灵气就能催化出一枚增寿果，而拿出去卖最少5000万，也就是说这利润足足100倍，比我炼化丹药的利润都要大很多。不过这东西可不能随便拿出，毕竟这么珍贵的东西，没有化神境界的实力或者后台根本把握不住。不过至少来说，有了这么多的果子，我可以炼制一枚融合几颗果子的增寿丹。这样一来，老祖即使成功突破，也能多活最少100年。这一段时间，足够我成长起来了。练！这悟道之气果然恐怖，居然真的让我在金丹境界炼制出来了元婴极品的精品丹药。主要也是我的真气强度比寻常的元婴4、5重天都要凝厉，不然的话也做不到。这一枚丹药的药效是寻常增寿丹的至少数倍，希望能让老祖短时间内恢复活力吧。黑魔蛟，那是萧家老祖的黑魔蛟。萧无阳终于来了，可恶啊！这狗东西居然真的让他突破成功了，这下麻烦了。麻烦了，
凌霄刚刚才将丹药送给老祖，虽然那丹药比我想象之中的好很多，但是我见到老祖时候他已经油尽灯枯了。难不成丹药对老祖没用？那不是完了？非也，那丹药用处很大，绝对能恢复老祖的寿元，而且能让老祖多100年时光。可是也得时间啊，丹药起效最少得1炷香的时间才行。1炷香嘛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去挡住这老东西，就算用命填也要把他拦下。还是我来吧，在场之中，只有我才能拦住他1炷香时间。师兄，你辅助我拦住那黑魔蛟，萧家老祖交给我。我会动用宗门护山神兽辅助你，一切小心为上。我自会小心。倒悬秘典，麒麟吞天。黑魔蛟杀过来了，他们怎么还不出手？完了，黑魔蛟来了！很强大的剑意，不错。师叔，好久不见了。师叔，好久不见了。不知道这么多年，师叔你的剑法有没有长进？师侄特地来讨教几招。无风师侄，居然达到了5重剑意，果然不愧是你啊！如此靓丽。宗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只是透支太多而已。这半步化神的黑魔蛟实力果然强大。敢杀我黑魔蛟，找死！现在怎么办？吴峰已经燃烧自己的真气了，但是比起那萧无恒，还是弱了太多了。唉，我也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办，也不知道老祖那边情况如何了。希望已经恢复了吧？要是还没恢复的话，那我们道玄宗岂不是要灭宗了？我们这些老骨肉死了算了，但是那些弟子可都还年轻啊！不怕，我已经将我宗门的天骄全部送到传送点，一旦我们败了，他们会在第一时间被送走。从今天之后，世间将再无道神宫。不好，那萧无恒这是要灭了我整个道玄宗啊！他疯了！宗主，你快点送凌霄他们离开。好，我这就……道玄金莲，道玄子是你，你居然还没死！这怎么可能？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老祖出手了，老祖肯定已经突破了，
这下我们用不着死了。老祖既然出关，那不管他有没有突破，这萧无名都必死无疑了。这下用不着担心灭宗了。希望老祖真的成功突破了吧。师弟，好久不见。师弟，好久不见。你还是如此之任性。道玄子，你少在这里教训我，告诉我你到底是如何恢复的？按理说你的寿命不是已经到极限了吗？你怎么可能还有如此之活力？既然师弟想要知道，那我这个做书香的自然要满足你最后的遗愿。叶凌霄你应该很熟悉吧？他炼制了一枚增寿丹给我，让我多有了100年的时光。增寿丹？不可能，我整个天极州能炼制的人一个都没有，那小子怎么可能炼制出来的？这个你就用不着知晓了。师弟，你我的恩怨今日也该有一个了断了。道玄子，你不得好死！赢了，赢了！老祖的实力居然如此之强大，那萧无痕居然一招就被秒了。老祖的实力非常强大，远比外界的传言要强大数倍。当然，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，不过今天之后，怕是要传遍天极州了。哈哈哈，那不是好事吗？有了老祖的实力做担保，我道玄宗有几个宗门敢招惹？话虽如此，但是老祖的寿元问题若是不解决的话，只能护佑我道宗100年。不过好在有了凌霄，希望他100年之内能成长起来吧。师弟，你我从弟子时期就一直争斗，今日终于是结束了。玄机子，带叶凌霄来见我。外面的声音好像没了，也不知道师傅他们是赢了还是输了。有师弟的丹药，老祖或许已经出关了，只要他出关肯定能赢。增寿丹只能增加寿命，但是老祖若是已经彻底油尽灯枯，或许没有太大的效果。那要是老祖没有恢复，我们怎么办？难不成真的只能逃离苟活吗？不是苟活，是保留火种。只有我们也活着，未来才有复宗的希望。师弟，是宗主发来的消息吗？外面现在什么情况？赢了还是输了？赢了，老祖出关，大获全胜。赢了，真的赢了！哈哈哈哈！我们不用逃走了，真的赢了！道子太厉害了！是啊，要不是道子的丹药，老祖也不可能出关。师姐，宗主发来消息说老祖找我，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师弟你小心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弟子拜见老祖。老祖，我把叶凌霄带来了。弟子叶凌霄拜见老祖。果然和玄女子说的一样，是一个俊逸非凡的少年啊！这一次多亏了你，老夫才能再次活过来。老祖无需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唉，只可惜老夫见不到道神宗崛起的那一日了。老祖，您这是说哪里的话？现如今有100年寿元，你只要突破到5重天，就能再活1000年了。老夫已经活不过100年了。老祖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生机消散了这么多？不应该啊！我的增寿丹不可能药效过了。你的丹药没问题，是老夫修炼的功法出了岔子的原因。好了，玄机，你先出去，我和凌霄单独说几句话。老祖，可是您的身体……我活不过今天了，出去吧，让我最后和凌霄交代一些问题，我也能死而瞑目了。弟子知晓了，弟子告退。你应该好奇老夫为何会如此，还有为何会单独留下你吧？是的，老祖，还请老祖解惑。老夫年轻时候获得一功法，名为道玄天经，只可惜是残本。即使如此，其等级也是合体功法，只是正因为是残本，所以老夫修炼到一半就出了岔子，寿元大量损耗，导致我不到2万年的年龄却已经大限将至。正常我的境界可活4万年。残本都是合体级别，那完本得是什么等级？至少也得是合体上品甚至极品的功法吧。老夫留下你，就是想要把这功法和老夫毕生的修为给你。功法练不练取决于你。要把全部修为传给我，